小心。是爆炸的声音，好像有人跟着我们。先出去，走。 你家在哪儿？偏远镖局。那不是已经被……灭门了。那你就跟着我。出手！猩红多浓稠，一滴雨便染透瞳孔。风霜，早上是我说话说重了，大哥给你道歉。他要真死了，我绝对不饶你。三阳两语如何抚平心刺痛？若于心有愧，不敢求晴空，双手曾扑空。月如流萤起，暗中微弱疑惑，一张以后还是叫我疯子吧，叫疯无所谓，我听着不习惯。疯子，哎，这是耳朵。不曾停留，要这世人皆看清，我不去执惑，是挑逗，寂静深渊。对不起，大哥。夜间苍穹。世事无常，皆如泼墨。用尽全力，才能不被吞没。却又未曾后悔脱身，负沉重。识得谁面容，死后伸出手。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大哥死吗？你没事吧？暗中微弱疑惑，一张虚空。奔赴长夜，绝境重重，穿过暗流。枫叶，不曾停留，要这世人皆看清，我不去执惑。是挑逗，寂静深渊，夜间苍穹。师兄，你已经一天一夜滴水未进了，起来喝点水吧。我把他弄丢了，我答应过他，要带他去吃凤凰节的点心，喝黄泥村的酒。我还答应过他，等案子查完以后，我要带他去香雪姐豆腐坊的女儿提亲。他
那么相信我，把一切都交给了我，我却把它弄丢了。这不是你的错。是啊，是我的错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如果当时我没有收留他，如果没有让他帮我查案，如果当时在山东，我能走得再快一些，就快一点，他就不会有事。师兄，你别这样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去小古城，涂少在那里等我，我要去找他。师兄，别拦我！你冷静一点。别拦我！你干什么？你现在清醒了吗？小北冥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六神无主，颓废沮丧，你这个样子是要给谁看？风舞座他与夜叉案无关，却跟我们一路冒险到现在，他为了什么？霍姐姐不会武功，却执意跟我们一起到海洋冒险，他又为了什么？防守座跟诸葛孔云在京城官袍加身，但是他们却为我们顶着诛九族的大罪，他们又为了什么？你难过谁不难过？你后悔谁不后悔？可如今这件事还没有结束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是认输了吗？你想去小孤城，好，我陪你去。你想要挖石头，我陪你一起挖。1年挖不到就挖2年，2年挖不到就挖10年，直到挖到他为止。然后再让他好好看看，看看他这个舍命救下来的人，看看他这个比自己命还看得重要的大哥，现在是个什么模样。然后你再亲自问问他，后不后悔，值不值得。不是要去吗？走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我们能缺的人都缺了，但也只是从碎石里找到了这个。我能明白你现在的感受，因为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体会过失去至亲的痛苦，但除了擦干眼泪，咬着牙活下去，没有别的选择。因为比起失去性命，更可怕的是失去希望。谢谢你们又带给了我们希望，只是真的对不起，我们没能帮到你们。
同生，我们要走了，继续没有完成的案子。你累了这么久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你就好好睡一觉，等大哥再回来，一定给你带凤凰记的点心，还有黄泥村的酒。大哥答应你的事情，一定会做到。豆腐坊的姑娘呢，就别再惦记了啊！你那急性子，指不定把人吓坏了。童双，你就好好看着，看着萧大哥，看着我们抓住叶莎。我们一定会抓住他的，给你跟你的家人报仇，然后把你带回家。你相信大哥，不会太久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。走吧。你是说，我哥哥他们中毒是因为水？没错，他们喝了小湖城里的水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当年小湖城死了那么多人，定是尸积如山。可我们在城内并没有看到太多骸骨，所以我猜应该是森风甲把那些尸体全部都焚烧了。那些焚烧后的尸体呢？被扔到了那片湖里。那片湖是死水，常年累月之下，单独扩散到了整个湖中。我猜，你哥哥一行人应该是当时在城里搜集物资时，不小心接触过那水，所以才染上了丹毒。等到回来后，就陆续毒发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还有那些野兽，应该是在城里觅食时也喝了那湖水，在这么多年的繁衍之下，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看到的发狂的野兽模样。那这丹毒能解吗？虽然暂时解不了，但我们已经获得了疾风丹丹方。我们身边有最好的医者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制作出解药的。但在此之前，若是不得已要去小湖城，千万不要触碰那湖水。我明白了。现在危险还没有解除，你们确定不跟我们一起走？萧公子，我们感谢你们这些天来所做的一切，但是这一路太危险了，我们这群人会拖累你们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不管如何，这里是我们的家，在事情没有解决前，我们也不愿踏上大齐的领土。我明白了。但说到感谢，应该是我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让我清醒过来，谢谢你们让我知道，活着的人应该要做什么。我向你们保证，我和我的朋友，无论如何也会给海洋人一个交代的。我们来吧，多谢，多谢小月姑娘和罗姑娘这段时间的照顾了。不必客气。多谢啊，这段时间多亏了你们帮忙。那份希望，我们铭记于心，绝不食言。告辞。保重。
这个白玉扳指，是当年北海给我爹的钥匙。我爹却什么都没跟我说。师父不说，是因为他想自己结束这一切。萧大哥，难道你已经……一切都要从碑相刘学案说起。当年先皇病危，四位大人是辅政大臣。按照我父亲的记载，四位大人就是当年海牙屠戮的推动者。夜叉的复仇，他们四人在必杀之中。我爹是参风甲，他第一时间就知道碑相刘学案背后是海牙。不止如此，在风波湖案之前，师父就已经知道夜叉是谁了。真正的夜叉，或者说第一个夜叉，就是苗杰。苗杰，当年参风甲解散之后，苗杰转而吏部，一步步成为天书阁天官。靠着天书阁的情报网，他可以轻松知道当年那些谏言者和推动者，还有当年参风甲的去向。可仅凭这些，也无法断定夜煞就是苗杰啊。是啊，他自己也是参风甲，没道理屠完城之后向自己复仇啊。没错，钟捕王和我父亲都是参风甲，他们对当年的事都缄默其口，怎么可能还想着复仇之事？因为苗杰跟所有人都不同，苗杰是海牙人，是亲眼看着自己家乡被屠戮的海牙人，也是第一个海牙孤儿。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海牙人的？这首饰看着很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这是在罗森葬礼上那些海牙人做的首饰。没错，我当时问过罗叔，他告诉我这是送别亡者的手礼，是希望往生者能够魂归故里，是海牙特有的风俗。但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手礼，我第一次见是在3年前。3年前，我当时见到，并没有在意，以为苗杰是无意为之。但现在看来，苗杰确实是在送别亡者，只不过他送别的是他自己。他希望自己能够魂归故里。整个风波湖案就是他与师父互相为对方设下的一个以身为饵、以命为柱的死局。我听不明白。我刚刚说了，师父在风波湖案之前就已经知晓夜叉是谁了。我知道了，苗杰跟我爹是战场同袍，他知道他是海牙人，所以3个嫌疑人中有苗杰名字的时候，我爹就将一切串联了起来。他自始至终都一直盯的是苗杰一个人。没错，而且师父也知道苗杰的下个目标一定是他，所以他才会设下风波湖这个局，才会跟你我交代后事。此番与夜煞交手，万一我有个闪失，有你陪在他身边，为师也就放心了。我爹他到底要在风波湖设什么局？我想师父原本的计划是事先在船上的茶水里放置迷龙散，不知情的婴儿和梅白鱼必定会中毒昏迷。苗杰说的没错，师父就是要杀他灭口。为了大齐的安稳，师父已经做好牺牲自己的准备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迷龙散是我爹自己下的。因为毒被下了2次。什么？当年苗杰中了4辆马车之计后，深知自己的身份已经藏不住了，也知道你我的婚礼就是一场鸿门宴，而且他更是预知了师父所有的计划。那这么看来，第2次下毒是苗杰下的。他提前把船上的香换成了迷龙散，所以无论喝不喝师父煮的茶，都会中毒昏迷。这也是师父没有料到的。随后周一姐按照苗杰的命令，焚杀了船上除我之外的所有人，包括苗杰自己。这就是整个风波湖案真正的始末。那他既然已经知道了所有的计划，为何不跑？为什么要把自己也杀了呢？而且他为何要留你一命？这也说不通啊。因为对苗杰来说，他的死才是最重要的。他要用他的死完成那个一石三鸟的计划。一石三鸟。苗杰身份已经暴露，所以杀死师父是他的第一个目标。那第2个目标呢？我当时中箭被收了湖中，溺水昏迷，醒来后却在一处浅滩。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命大，但现在看来，一定是苗杰提前吩咐好了手下，为了能够让我顺理成章地活下去，成为逃犯。只要你活着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。他的第2个目标就是嫁祸给你。不，嫁祸我只是表象。他的第2个目标是为了掩藏一个人，掩藏那个和我们斗到现在的人。那个人也是青阴黄无常老臭虫嘴里的那个人。那个人应该是个年轻人，也就是第2个夜煞。第2个夜煞，
苗杰用自己的死搅乱了所有推理，让我们无法证实朱一铁的证词是对的。天哪，人心怎么可以可怕到这种地步？最可怕的不是这个，苗杰的第3个目标，也是他最重要的目标，还是我。他已经陷害了你，还隐藏了第2个夜煞，逼得你走投无路，差点丢了性命，他还想怎么样？从我上船，这一切便就在苗杰的计划之中。苗杰知道我与师父的感情，也知道我好胜的性格。你看，有我陪着各位叔伯，怎么会丢掉礼数呢？爹，我北明，回去。哎，钟兄啊，既然新郎官有这份心意，新娘子也不介意，不如让她跟我们一起游湖。很久之前，在我大齐边境有一边陲小城，名为海牙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必萧神部根本不知道，你其实本就知晓夜煞2字的真正含义。你不告诉他，难道是担心你当年做的事情被他知道？所以他故意在船上说出海牙2字，逼师父对他动手。除了让我怀疑师父以外，更重要的就是在我脑海里刻下海牙2字。按照他的计划，他知道我逃出升天之后，一定会追查关于海牙的一切，去揭开那段历史。你是说，我们？没错。如今我们在这里，也是在他的计划之中。他怎么可以算到这种程度？那第2个夜煞推测出来了吗？苗杰当年领养的孩子，苗云。如果苗杰早就计划复仇，那他领养的孩子的确是最好的接班人。不对，我们调查过这个孩子，明明他已经下落不明了呀。不管他是不是第2个夜煞，我们都得先找到他。还有不到100里，应该明日就能到京城了。还要再赶一赶，放手的再帮我们撑着，我们早回去1日，申不赢就少一些麻烦。今夜不休息，争取天亮回去。我们可以不休息，得让马吃点东西吧。也好，歇息片刻吧。怎么了？方守则被安正英带走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昨日我父亲收到一封神秘线报，最后被带人冲进了神不营大牢。方天正，身为神不营首座，竟然私放要犯，你疯了吗？你说，为什么要放了萧北明？他去哪里了？刑罚加审，方守则硬是一句话没说。不过陛下已经下旨，10日之内再无结果，便以私放要犯之名问罪处斩。幸好你前几日飞鸽传书于我，告诉我海牙之事，我这才快马加鞭赶了过来。我们得赶紧回去救方守作。绝对不行！你们现在是被通缉的要犯，神不营已经被查封，你们认识的所有人都被安正英监视着。如果回去你们被抓了，这一切就全都完了。可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海牙的秘密，也推测出了夜煞的身份啊。对，只要我们回去说出真相，证明风伯湖一案与我师兄无关，那么私放要犯的事儿就可以重新论证，方守作就会得救了。只要我们回去，都还有得救。萧大哥，师兄，我们还不能现身。为什么？就算我们知道新夜煞是谁，但苗杰已经死了。对，
就算你们所有的推测都是对的，但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佐证。更重要的是，若是为了证明我不是夜煞，将我们在海牙查到的一切公之于众，就等于是告诉所有人那段阴暗的历史。无论是现在的陛下，还是现在的大齐，都没有做好接受这些的准备。天下大乱，就是新夜煞想要看到的。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方首座被斩首。眼下只有一个破局之法10日之内，抓住新的夜煞。我们要赶紧找到苗云。你前几日曾飞鸽传书于我，我去查了苗云的下落。苗杰一生都是孤身一人，既无家眷也无仆人，就连吃住都在天书阁。他平时孤傲冷漠，从不与他人提及此事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有养子的事情。但是名册上记载得很清楚，他可能把苗云藏起来了。我也这样想过，所以我查了跟他有关的所有文书，发现他在京郊南山曾经买过一处宅院，那非常可疑。只可惜申不赢事发突然，我还没来得及去查。现在形势已经变了，你若再查下去，你父亲会怀疑的。我明白，我会给你们准备几套安贞营的衣服，方便行动。不过接下来得靠你们自己了。辛苦。同窗的事儿，他是个好捕快。这里就是诸葛孔云查到的院子，苗杰不可能无缘无故在这深山买这种破地方，其中一定有古怪。苗杰若真的把苗云当第二个夜煞培养，自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选择这种偏僻之处最为合适。不是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找谁问啊？那儿。哎，这位大哥请留步，安贞营的。哎呦，几位大人，小人就是个郎中，刚才要回来。别紧张，我们就是了解些情况。哦，几位大人有什么想知道的，小人知无不言。大哥，您在这行医多少年了？小人在这行医有10几年了。那这附近的村民都是找您看病吧？哎，这南山里住的都是些贫困乡亲，到城里寻医不方便，小人啊便在这里住了下来。平时呢，就是给乡亲们看些头疼脑热的小病。您真是医者仁心。哎呦，不敢不敢，医者本分。大哥，这家您可曾医过？这宅子荒废了有10余年了，但是这宅子的主人，小人倒是有些印象。有什么印象？啊，那还是小人刚来这里行医的时候，那天啊下着大雨，这家宅子的主人和小人说，家里孩子高热不退，让小人去看一眼。啊，小儿啊，高烧多日，昏迷不醒，胡言乱语。您别急，我先看看。好。哎，那家里只有2人，那孩子啊，小人看了一眼就记住了。你记住什么了？哎呦，因为那个孩子太特别了，那孩子浑身上下呀都是伤疤，各种新伤旧伤都有。哦，还有点跛脚。那虽然是个孩子，但看起来呀，就像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一样。哎呦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啊！大哥，您还记得那孩子的模样吗？样子倒是记不住了，不过我记得我去看的时候呢，那个孩子病了很久，病情很严重。我这开了2副药，但不见好，无奈就只能告辞了。等后来呢，我想再来看看的时候，这家人就已经搬走了。行，辛苦了。看这屋子里灰尘的堆积程度，至少10几年没有人进来过了。如果那个郎中说的是真的，那苗杰应该把苗云带去就医了。可苗杰是天书阁官员，
按诸葛孔云说的，他孤身一人生活在京城，甚至住在天书阁。苗云在他身边的事，不可能瞒得住。那他把苗云藏起来了？天书阁官员不知道苗云的存在，师傅和霍将军都在京城，他们也都收养了海牙孤儿。若是他刻意藏起来，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。那他是如何隐匿了苗云的存在，才能不引起钟不王和我父亲的注意呢？一个天官苗杰会用的办法，可夜煞不会用。你是说慈心院？从未听说你们暗针营还有女子。为了方便办案，你们说的这个苗云，我有印象。他现在还在这儿吗？早就不在了。那他去哪儿了？您知道吗？从慈心院出去的孩子，应当都有记录才对。普通的孩子自然是有的，不过，这个苗云却是个例外。实不相瞒，他在来慈心院时，就已经痴傻了。痴傻了？我们慈心院有个规矩，从不问来处。至于是谁把他送来的，又为何痴傻，无人知晓。他来的时候，就已经不会说话了，只会傻笑，还经常到处乱跑。没多久，他便失踪了。我们也曾派人寻找过，但未曾找到。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那您可还记得他的相貌？我记得他的脸上、身上都有伤疤，右脚是跛脚，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呀。那您方便帮我们画一下他的样貌吗？时日太久了，我试试看吧。这真是第二个夜煞？就这个痴傻儿，他能是苗杰的接班人？痴傻可能是他的伪装，是他掩人耳目的手段。毕竟一个正常孩子，苗杰也没有借口把他送到慈心院。现在苗云是否痴傻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要去哪儿找他。这幅画像是很多年前的了，人的相貌是会改变的，仅凭一幅画像可远远不够。我们现在也无法判定他在不在京城，就算他在，京城如此之大，就凭我们几个人，一边躲一边找，时间也不够。父亲，你来何事？方首座他，方天正这个案子，儿子觉得还是有很多隐情，所以能不能请父亲跟陛下陈情，问斩之期再延一段时间？陛下金口玉言，岂能朝令夕改？再说了，神不应手作便捷，这样骇人听闻之事，不尽快斩首以谢天下，朝廷的颜面何在？可父亲，您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方天正为人胆小谨慎，这中间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才让他做出这种胆大包天之事啊？哼，你也看到了，他现在的骨头有多硬。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辩解了。他私放要犯是事实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抓捕萧北明。可父亲，有没有想过有一种可能？你是想告诉我萧北明可能不是夜煞？儿子思来想去，会不会是萧北明用自己的手段得到了方天正的信任，让方天正坚信萧北明并非夜煞，所以他才敢冒生死之险帮他翻案。毕竟风波湖一案、黄无常一案本就疑点重重。疑点重重，那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啊？萧北明、方天正本就是夜煞一伙，
他们的狼子野心被钟云赤发现，风波湖上杀人灭口，一人逃亡，一人留在神捕营继续为恶。如今萧北明落网，方天正费尽心机将他放出，最终事情败露，被当场抓获。父亲，您刚刚的推断，是不是太草率了些？你宁可相信一个逃犯有可能被冤枉，也不相信我们查到的证据。到底是谁在草率？事到如今，儿子斗胆直言一句，在叶煞一案上，父亲您的做法和判断，从未让儿子信服过。你说什么？我至今也想不明白，叶煞的案子明明有那么多疑点，为何您就坚信萧北明是唯一的嫌犯？若他真是那般包藏祸心，难道他身边的钟捕房真就发现不了吗？因为钟云赤本身就是虚伪狡诈之徒，整个神捕营摆出一副义薄云天的仁义模样，实际上内心肮脏龌龊、阴险卑鄙。这样的人教出来的徒弟和部下做出什么样的恶事，我都不足为奇。父亲，您为何对他们有这么大的偏见啊？这样，都是因为钟云赤。你一口一个钟捕王，你真的了解他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钟云赤，因为我曾经也是神捕营的一名捕官。兴文3年。那时候还没有安贞营，我满腔热血，为了匡扶心中正义，在神捕营做了一名捕快。当时发生了一起连环杀人案，木骨画像。这就是死的那3个女子的画像。新来的，逗我们的吧？你现在画的这个是凶手？你见过啊？没见过。没见过，你能画这么详细啊？根据尸体上的伤口，加上钟副座对凶手的推测。刀是从右下方向上斜刺心脏，这3名被剥去脸皮的死者均为女子。如果这个凶手比他们高，甚至和他们一样高，那刺中心脏的位置就不应该是这个角度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凶手很可能会比这些死者矮许多。凶手是个矮子，再加上死者的骨骼以及他割面皮的行为揣测出来的。揣测就能画出来啊？凶手如此暴力，心中定有极大的怨念。而这些女子的脸都十分美貌，他割死者的面皮就是想破坏这种美貌，发泄心中的怨恨。那凶手的这张脸很可能给他带来了很多痛苦，他一定过得十分卑微，不被尊重，最后只能变成一个靠杀人来取悦自己的疯子。不，光靠这几张画像，还有你嘴上说的，那怎么就能断定这是凶手啊？只要抓住他，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。这也是抛尸现场吗？是。把手杖戴上。走。这是你画的？啊。行啊。就凭了这么点线索，就能把人画得如此身心兼备，这人才呀！前辈是钟云赤，晚辈诸葛通拜见副座。啊，行了，以后要不要和我一起办案啊？太好了。那个副座，来一块。走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认识了钟云赤。从那天起，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搭档。
也成为了最好的兄弟。他真是一个天才，我们一起破获了无数案件，抓捕了无数凶手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沈不应声名鹊起。那您和钟不王怎么会？有一群恶徒被沈不应追捕，为了救钟云赤，我被他们抓住。为了泄愤，他们砍掉了我的右手，弄瞎了我的左眼。就是从那天起，一切都变了。钟云赤因为破获了几起大案，被陛下赐号捕王，成为了首座。参见首座。好了，首座大人，咱把这个匾挂在哪儿啊？挂书房。书房怎么能行啊？咱们得挂神厅。走，挂神厅。而在床上躺了2年的我，却再也无法拿起画笔。他们以为我废了，同情我，议论我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帮我。走在大街上，迎面走过来的孩子因为怕我而躲避我。那些我拼了命曾经保护的人，他们什么也没做，什么也没做。那钟不王呢？钟不王，他怎么会在意一个废人？他成为首座的第一纸调令，就是把我调走，让我去做什么文书。就是在那天，我认清了钟云赤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，决定彻底与他和沈不应决裂。没错，我的身体是废了，可我因何而废？是为他，为他钟云赤。可他呢？把我的阿扎一样扔掉，拿走了属于我的所有荣耀、所有赞誉，我的手、我的眼、我的一切。你说我该不该恨他？好在上天眷顾，陛下英明，按朕应心力。陛下下旨让我担任首座，就是从那天起，我发誓我要赢回来，把我失去的一切从沈不应和钟云赤身上赢回来。现在你知道你口中的钟不王是一个多么薄情寡义的伪君子，他教出来的徒弟只会比他更甚。疯了！保安阵营来找我，情况紧急，顾不了这么多。这是……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找你父亲的。你是为了这幅画像？我曾听我师父说过，你父亲有3岁化老的本事。说是我帮你把这画像交给父亲，他一定会寻根问底。万一被他发现你我私下联系，那只会更加麻烦。退一万步说，
就算他一字不问，就算他能画出如今苗云的模样，仅凭你们几个，也不可能这几日就找到画像主人吧？所以我没打算让你去找你父亲。那你想做什么？父亲，进来。你怎么又来了？父亲，儿子想了许久，有些话不得不说。说。钟伯一生行仁义之事，当年他让您走，有没有可能是为了您好？胡说！您当年遭遇大难，沉寂数年，陛下组建安贞营此等大事，刑部又推荐了数人，父亲难道就没有想过，此人为何会落到您的身上？你想说什么？这是我从天书阁找来的一份议事册，其中有安贞营组建之前，陛下和钟捕王的商谈笔录。也许您看了之后，会有不同的看法。诸葛通，可是刑部呈上来的名单上面没有这个人呐。钟爱卿，你为何要举荐他呀？陛下，安贞营将来不仅要和神部营共掌京城之重案，上府监察官员护卫王室之责，首座之职，不仅需要心思缜密，能洞察人心，更当有一颗忠诚刚毅之心。臣深信，没有比诸葛通更合适的人选了。据我所闻，诸葛通之前被歹人所害，身残眼盲，已经不复当年了。他果真能够担此重任？回陛下，他曾经与臣共事数年，臣深谙其为人。他的才能绝非形体之残可遮掩。论洞察人心、智谋远见，臣平生所识之人，无出其右者。哪怕是臣自己，也远不如他。刑部曾上奏说，之前你已经将诸葛通遣离神部营。如果他真像你说的那样有本事，你为何又要让他走呢？此事乃是误会。误会？臣从未怀疑过他的才能，也未曾想遣他离去。只是臣在继任神部营首座之后，结怨重重。他是臣的至交兄弟，又身有残缺，若再置他于险境之中，万一出了事，臣即便是死，也难以弥补。你是为了保护他？臣本想让他暂时远离纷争，待心绪得以平复，再周详商议。不想那个时候他因身体之伤，情绪不稳，臣也未能及时与之深谈，致使他对臣怨恨重重，方致今日的局面。原来是这样。陛下，臣愿以性命为其担保，诸葛通绝不会辜负圣恩。若他不能担起安贞营首座之职，臣愿负欺君之罪，还请皇上赐诸葛通再展报复之期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如果这是真的，他为什么不当面对我说？因为师父说过，您骄傲过甚，若您知晓，必定以为是同情而拒绝。若您继续躲藏下去，是朝廷乃至整个大齐的损失，所以才未曾告知于您。来人！来人呐！父亲，我刚进来的时候，已经把外面的守卫都遣出去了。糊涂！竟如此大胆！父亲，让开！孔宇，诸葛首座，我今日赶来找您，就没有想过要抗争，更没有想过要逃走。你想要干什么？
想让您做一个决断。决断？我明白您对我和我师父的成见。我师父少有罪事，但仅有那么几次，他都会自言自语，说他对您有愧。他一直想找一个机会，带着酒约您去第一次见面的湖边，跟您好生说一句抱歉。只可惜我师父，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你来见我，就是为了说这些陈年旧事？您不是一直想知道，方守则为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将我放走吗？若您想知道，我可以将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部告知于您。但您一旦知情，生死便由不得自己。若您决定不听，我把我的命交给你，要抓要杀，悉听尊便。云儿，他要说的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所以这段时间你明里暗里的帮助沈捕营，是也不是？父亲，我早已做出了决定。我能告诉您的是，我从未后悔站在他身边。相信永远跳得越开心，可带来面茫茫然，所爱无言。我倒要听听你如何舌灿莲花，竟让他们做出如此愚蠢之选择。你可知道，就算抓住叶煞，你想洗脱罪名，没有证据也绝非易事。知道。海牙只是关系重大，你可有把握解决此事？没有。那你可知道，只要抓住你，杀了你，你所说的我都当作没有听到，就可以置身事外，甚至加官进爵。知道。你既然都知道，居然还想让我卷进这场随时可能丧命的灾祸之中？父亲，闭嘴！那诸葛首座，您可愿意？把那东西拿给我。自从离开沈捕营，我就再也没有画过像。我也不敢保证，我是否能够用这残破之躯画出你想要的东西。我相信您一定可以的，哪怕您失了一目一手，但您从未失过心中道义。您依旧是那个大齐第一画罪师。
安贞营已经派出所有人马全城搜捕苗云，若是没有找到，诸葛守则也会联合刑部所有官员上奏陛下，以证据不足为由，保住方守则的性命。没有想到，有一天居然会是安贞营帮了我们。无论有多黑暗，总会有人选择站在光明这一边。总感觉在哪儿见过这个人。死到临头，喝上你诸葛通送来的酒。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论结局如何，我都不在乎了。但是我真没想到，你会帮萧北明做这些。我并非为了萧北明。我知道，他在九泉之下会很高兴。诸葛通回来了。没有。你刚才说你见过苗云？你还记得3年前你和我师兄曾因保护沈大人赌过一局吗？有，都有。这般得意吗？师妹，你怎么？师兄，你是说是其中一个乞丐？没错。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该不会记错了吧？死马当活马医呗。丐帮对于这些常年在京城里的乞丐，他们规矩很严，一般划片乞讨，绝不越界。那赌坊旁边的乞丐归哪里管？应该是挨着城隍庙。这里就是城隍庙，已经废弃很久了。你们当家的在哪儿？官爷，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大的阵仗！这是不是你们的人？这不是二愣子吗？二愣子，现在人在哪里？在那儿睡觉呢。别睡了，吃饭了，吃饭。官爷，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他就是个傻子。犟倒是犟，可这样的人会是夜叉？身上有疤痕，右腿是瘸的。这么看，丐帮老大捡他的时间，跟他从慈云院失踪的时间完全对得上。这线索都对得上，他应该就是苗云啊。脉象也稳。哦，这痴傻症号不出这脉。可就算他是苗云，以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们说他是夜煞也很难服众啊。
他饿了，给他吃饭吧。啊？还有没有饭？有。这看样子是吃饱喝足了，现在怎么办？这人虽然找着了，这啥也问不出来，总不能就这么养着他吧？他会不会是装傻？你怎么看？刚才他吃了几碗饭？5碗。我记得最后一碗的时候，你给他加了很多盐。加了这么多盐，还吃得津津有味，应该是真傻。他是装的。装的？一个正常人遇到咽不下去的东西会怎么做？吐出来。可你也说了，那是正常人的状态。他是个吃不饱饭的乞丐，还有吃傻症，那吃这么多不吐出来也很正常。不对。没错，只有正常人才会思考。傻子怎么做才更像傻子？他如果吐出来，可能真的是傻子，可他却强忍着也要咽下去，反而不对劲。装的，我现在就拆穿他。如果他真是装的，装了这么多年，绝非是一般人。我们需要当众让他暴露自己。我倒是有个办法。渴了吧？来，把这糖水喝了。不够啊，我再给你打1碗。这么快？我要下猛了吗？你是谁啊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义父，你不是已经……你有没有出卖我？我没有。真的？真的。他们都以为我是傻子，没有人会注意我。你撒谎！你竟敢对我出手！我不敢了。这面具脏死了。姚云，我们该聊聊了吧？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，我跟他没有关系。你知道苗找的人是谁？叶莎，苗姐她是叶莎，她已经死了。当初建造这个密室，究竟是为了做什么？杀人。我杀了好多好多的人。
我小时候，他便会抓来很多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死囚，扔到这里让我和他们搏杀。我身上的疤，还有我腿上的伤，都是这么来的。他有跟你说过什么吗？海牙，他说我们都是海牙人，是大齐覆灭了我们的一切，而我们活着就是要向大齐复仇。所以你就是第二个夜叉？我不是的，我不是。但也可以说我曾经试过。曾经试过，什么意思？苗姐说我迟早会接过夜煞的事业，她便一直强迫我去学一些杀人犯案的手段。可是我根本就不想复仇，我也不想去送死，我只想好好的活着。后来有一次，我感染了风寒。小儿高烧数日，昏迷不醒，胡言乱语。好，我回去再想想办法。好。来，请。我便借着高烧不退，假装自己烧成了痴傻儿。你的伎俩能瞒得过他？我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我也害怕。只有我知道他有多么的凶残，一旦被他发现，我是一定会被杀掉的。可他并没有杀掉你。是，可能他也怕引火烧身，又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发现。我装了一段时间，他便派人把我送到了慈心院。后来我找到机会便从那儿逃走了。你既然都逃走了，为什么不逃得远一点？留在京城，不怕被他发现吗？他若想找我，我逃到天涯海角，他也能找到。而我只有躲在京城，这样他才没有威胁。直到3年前，我听说他死在了风波湖，我还听说萧北明就是夜煞逃跑了。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害怕你跟他也是一伙的，会来找我。那时京城2大营的捕快都在抓我，你还是觉得京城安全，于是索性假扮成乞丐，在京城躲到现在。你倒是聪明啊！现在我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告诉你们了，我可以帮你们作证。苗姐就是夜煞，我可以帮你们作证。我真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，这一切跟我真的没有关系啊！先把他带回去关起来吧。走吧。看他的反应，应该没有说谎。他确实没有夜煞的本事。他的口供和那间密室都可以证明苗杰就是夜煞。利用这些证据，是不是可以先替你和方守作脱罪？不可，找不到新夜煞，所有推理皆为臆测。我和方守作能否脱罪不说，海牙公之于众，局势只会越加险峻。可是时间不多了。我虽然可以说服陛下延期处斩，可是若是没有新的证据和线索，申不赢头上的这一刀还是躲不过去的。诸葛首座，能不能帮我安排一间监房，还有关于夜煞案的所有案件卷宗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想想一想，静一静。我总觉得我遗漏了很重要的信息，我需要想明白。背向血泪，风波湖，竹一剑，火宗药，出狂沙，青影，老抽抽，荒芜者，北海，苗姐，不对，还是不对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
公子，让他趁热吃。是。爸，帮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